晚辈开元城城主携4大家族家主，恭迎白鹤长老驾临开元城。恭迎白鹤长老。林家家主，久违了。长老，久违了。长老，一路舟车劳顿，晚辈已备下薄宴，还请长老入席歇息。长老，晚辈敬您一杯，祝您仙福永享，修为精进。孙城主，我问你，孙晴是何来历？你身为开元城城主，到底向通天宗隐瞒了什么？长老，孙晴是晚辈的远房亲戚，晚辈见他天资可可，便举荐他入通天宗修行。他怎么了？可是在宗门惹了祸。惹祸？他何止是惹祸？孙晴在宗门内伪造丹灵脉，私通邪魔，残害同门弟子，犯下滔天大罪，如今已经潜逃无踪。你还敢跟我装糊涂？搜魂术！好一个金乌皇朝大皇子，好一个野心之辈，竟敢潜伏我通天宗，勾结邪魔，狼子野心昭然若鸡。长老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他究竟是何人？此事关乎宗门安危与皇朝程序，尔等无需多问，知晓太多反而祸及自身。林家家主不必多礼，起身吧。今日我前来开元城，除了查办孙晴一案，还有一件大喜事，要亲口恭喜林家家主。喜事？正是。您的长孙林清欢，如今已是我通天宗核心弟子，更是辈分极高的小师叔祖。还有您的幼孙林婉玉，前途一片光明。赵家主，也需恭喜你，你的女儿修行刻苦，已然突破炼气5层。谢长老告知，谢长老照拂小女。若是我的孩儿还在，我王家定也能如此辉煌。只恨不知道是谁害了他。林家家主，本座观你身上有陈年旧伤，灵力滞涩，这瓶5阶运灵固元丹可修复旧伤，助你突破金丹期，算是我宗对小师叔祖家人的一点心意。晚辈谢过长老厚赐，谢通天宗恩典。孙城主勾结邪魔余孽，现已被废去城主之位，神魂受伤。从今日起，开元城暂由通天宗代为掌管。我等谨遵长老法旨。尔等暂且退下吧。宗主，弟子已查明孙晴真实身份，此人乃金乌皇朝大皇子，化名潜伏，勾结邪魔，意图夺嫡。现将实情传报宗门，请宗主定夺。始终未能破金丹4层壁垒。淑华，你怎的突然出关了？闭关修行可还顺累？方才城上空降下化神威压，我心神受震，只得提前出关。那是通天宗白鹤长老的气息。淑华，清欢和婉玉在宗门大放芳彩，清欢更是成了小师叔祖。长老还赐了这5阶丹药给我。此人乃金乌皇朝大皇子南宫晴，伪造灵根，暗中勾结邪魔，留之必成大患。金乌皇朝大皇子竟敢潜伏我宗，勾结邪魔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金乌皇家逆党，狼子野心，暗通邪魔，罪不可恕。本座决议，即刻点派弟子本赴金乌皇朝，擒拿勾结邪魔的首恶，肃清逆党。宗主，若是清查逆党，恐惊扰凡间安稳，是否再斟酌一二？斟酌？邪魔勾结之恶，岂能斟酌？本座心意已决，只拿涉世首恶，绝不牵连无辜。此次行动不扰凡间子命，不犯附属城池，凡违抗此令滥杀无辜者，严惩不贷。传令下去，召林婉玉、赵玲珑即刻入殿。倩儿，你去平海峰将小师叔祖请来。是。弟子参见宗主。不必多礼，起身吧。今日召你们前来，是有一事告知。方才白鹤长老传回讯息，查明那孙琴并非开元城城主亲戚，而是金乌皇朝大皇子南宫琴。
本座已然决断，派遣中门弟子前往金乌皇朝，清假金乌皇室中勾结邪魔的逆党人员，以正宗门威严，以报无需担忧。本座不必3人下令，此次行动只针对涉事人员，绝不牵连你们3人的家族。谢宗主体谅。宗主英明，金乌皇家逆党理当受罚，我们并无异议。宗主，我林清欢申请随行前往金乌皇朝，参与此次行动。堂姐，此行休息。本座便准了。恰好平海师叔吉令司已然吩咐，让他做下五弟子莫燕师叔带队执行此次任务。小师叔便跟随莫燕师叔一同前往，听从安排，莫要擅自行动。清欢，进来吧。小师妹，可算见到你了。我早就想下山去见你，只是前段闭关调理耽误了这么久，让你等急了吧？没有，师姐，师姐没什么稀罕的法宝送你，我只会画些符咒，这些是我闭关时随手画的，你拿着，遇到危险应急也好，总归是个保障。莫燕，此次前往金乌皇朝，你一路小心。清欢涉世未深，你务必护好他，不可让他受半分伤害。师父放心，弟子在，小师妹便在。时辰不早，你们即刻出发吧。小师妹，你先返回洞府稍作收拾，我在此处等候。小师妹，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多谢师姐的符咒。跟师姐不必说谢，你不要觉得这些符咒没有攻击力，在修士的世界里，能不能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事。跑得越快，活着的概率就越高。师姐放心，道理我懂。东侧有皇室修仙客卿坐镇，皆不足为惧，暂无能直接威胁我们的修士。2位美人儿，陪本公子喝杯酒，赏你们100块零食。2位快走，这尚书公子横行霸道，莫要惹恼了他。好了。出事了！尚书公子被打晕了。2位仙子，你们快避一避，先离开此地。这尚书公子的父亲，也就是当朝尚书，前2年刚刚突破元婴期修为，是金武皇朝中数1数2的强者，心狠手辣，护子心切。若是让他知道儿子被人治在这儿，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连带着我这流金阁，还有整个街区的人都要受牵连。店家，此事与你无关，往后自有通天宗做主。你且安心打理酒楼，不会有人找你麻烦。通天宗，那可是传说中的仙门。金乌皇城，乃至整个金乌皇朝，天要变了。还是要尽快提高修为，突破到金丹以上，才有破空飞行的能力。尔等是何方修士，竟敢擅闯我金乌皇朝皇宫，震毁我朝堂大殿，是何用意？金乌皇室，且听好了，我与身旁这位乃是通天宗弟子，你朝大皇子南宫晴狼子野心，勾结邪魔，为祸苍生，造灵根潜伏我宗，意图篡位。若有迟疑，休怪我通天净白门规严处，绝不姑息。2位通天宗仙子息怒，大皇子勾结邪魔，我金乌皇室全然不知。我等愿全力配合搜捕南宫琴，为表诚意，老夫愿献出地阶宝物与5件玄阶宝物，求仙子宽限几日，给我朝将功补过的机会，求仙子开恩啊！是，老祖所言极是，此事皆是一以南宫卿日一个之过，与我金乌或搜捕逆混。求通天宗明察秋毫，我等愿献上宝物配合搜捕。金武皇室休要狡辩，与邪魔为伍，乃是玄灵大陆天地共诛之重罪，通天宗从无宽纵之理。我给金武皇朝一个时辰，若不能交出南宫晴，或拿不出确凿证据证明未曾参与谋逆，休怪我通天宗按门规处置所有参与者，绝不姑息。仙子，一个时辰太过仓促，还请仙子开恩，宽限几日，我金乌愿再献100倍宝物。仙子，求仙子开恩，求仙子给我金乌3日时间，3日之内，我定将南宫晴擒来归案。求仙子开恩，宽限几日啊！小师妹，你定夺即可。自家师妹只要没做与邪魔勾结之事，便什么都依着就好。更何况对付邪魔余孽，别说1个时辰，
就是1刻钟也挑不出半分理来。不必多言，1个时辰即刻开始计时。困龙阵，金乌皇室相关人员皆暂困此阵，此阵不破，无人可逃。1个时辰后若无结果，阵中确认勾结邪魔的逆党，皆带回宗门按规处置。南宫晴，这个逆子，今日怕是要成为金乌皇朝风波的导火索了。南宫晴一人之过，不能让整个皇室陪葬，不如将他的相关涉事人员交出去，换取一线生机。两位仙子，求仙子明察，我等也是被南宫晴欺瞒，只是奉命行事，从未参与勾结邪魔之事，求仙子明察。师姐，分辨好了，动手吧，师姐，将涉事逆党尽数封印拿下。仙子且慢，请仙子手下留情。你是何人？晚辈是金乌皇朝的郡王，晚辈与您的表妹林锦绣早有婚约在身，求姐姐看在亲戚情分上，宽限我们一些时间。我林家世居开元城，恪守本分，从不与金乌皇室中勾结邪魔脑攀亲带故，休要再胡言攀附。师姐，动手吧，不必理会这些乱攀关系、意图包庇的人。扶阵起！不要！我真的与林家有婚约。通天宗欺人太甚，老夫今日便与你们拼了！金乌皇室中所有参与勾结邪魔的涉事人员，全部按规封印拿下，不得放走1个逆党，也不得牵连任何无辜之人。林仙子，请唤仙子，求您开恩，饶我这一次。我知道仙子是通天宗高人，我愿意放弃皇子身份，从此追随仙子，只求仙子给我一条生路。小师妹，涉事人员都已经拿下了，我们是即刻启程回宗门，还是你想在这金武皇城留几日休整？师姐，我还有些私事要处理，想在南部地域留几日，暂时不回宗门。既然小师妹有事要办，那师姐就先回宗门复命，你万事小心，遇到麻烦就捏碎传讯返。多谢师姐。林玄一，你戴上孙清的面具，去青云地界寻墨尘子，将他制住，废去他的邪功，伪造成孙清用邪功伤人的痕迹，坐实孙清勾结邪魔的罪名。属下遵命。锦绣，别练了，快收拾行囊，我们这就出发回开元城你外公家。娘，是大表姐要回来了吗？娘，女儿有件很重要的事，想和您商量。我想改回母姓，从今往后我不叫陆锦绣，我叫林锦绣。我要做林家的女儿。爹爹走得早，陆家长辈只把我当攀附林家的工具。如今大表姐威震南部，正是林家最风光的时候，谁还敢拦我？我要以林家人的身份修行，像大表姐一样变强，绝不困在后宅里蹉跎一辈子。好，娘答应你。回去之后就让你外公主持仪式，正式改姓归宗。
不过锦绣，你记住，这次见到你大表姐，万万不能有半分不敬，尤其是那个金乌小郡王的事。他虽和你有过口头婚约，但他是逆党，被你大表姐按规处置是罪有应得，你可不能被旁人挑唆生事。娘，您放心吧，女儿心里明白，那婚约本来就荒唐，我才不稀罕什么郡王妃呢。我只想修行求长生，像大表姐一样，抬手定是非，活得恣意张扬。你听闻了吗？金乌神府自乱平定了，正是通天门那位仙姬大人雷霆真面逆宗，何得止于平息邪火？就此往后这几咒狱中，必独论仙姬祖姓了。灵号门庭当属无边威耀啊！表姐，你当真是天上神月般的存在。天道变位，日后相逢，断不可以凶毫相逊了。他老人家只需弹指绝朝代绝逆，我等如今还能得候不死堂，才是几辈子积来的福啊！恭迎小师叔祖驾临开元城，恭迎灵仙子驾临开元城。都起身，爷爷，一路可安好？也高挑豪声，祖庆7天圆返，圣孙归馆，咱们痛饮百福。痛饮百福。是锦绣，过来。我制住了那小壮王，他曾是你名义上的婚约对象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从来都没认过这门婚约，那桩约定我从未认可过。我是清欢姐的妹妹，是林家的女儿，自然和清欢姐站在一处。她是邪魔党羽，被按规处置，本就是罪有应得。好孩子，果然是长成浩族家底气了。小妹当真是识大图又聪慧。叔叔神母，这是婉玉在通天宗托我交给你们的东西，还有她的家书，里面说了她在宗门的近况，一切安好，无需挂念。你可算回来了，娘这些天天都在担心你。通天宗一路那般遥远，你独自出门办事，娘连觉都睡不安稳。有师姐护着，还有护道者在旁，不会有危险。清欢，你在通天宗过得开不开心？修炼顺不顺利？有没有人欺负你？你的亲生父母对你好吗？和你亲近吗？你要是受了委屈，可千万别憋着，一定要说出来。我们林家都会护着你的。父母待我极好，怕我在外面受委屈，特意给我派了2位炼虚期的护道者，随身保护我。炼虚期，好，好，那就好，有人护着你，我们就放心了，放心了。清欢，这些灵石你收回去。爷爷知道你孝顺，可修仙之人最看重的就是修行资源。你如今在通天宗，资源消耗定然极大。这1万枚上品灵石，就算在通天宗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爷爷放心，这些资源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我师尊疼我，亲生父母也时常给我资源，随手一给便是几万上品灵石，这些不过是9牛1毛。林家是我与婉玉的根，家族安稳，我才能安心修行。您安心收下便是。在外一定要保重身体，凡事小心。去水月王朝，从速赶路。系统存档。系统读藏。还是没有。系统读档。第4次读藏，换东边那片无人区。找到了。
既然已寻到地宫，那寻冰髓便不难了。检测到天才地宝千年冰髓，提示该冰髓可进行10倍灵气转化，转化后将获得万年冰髓，灵气纯度、蕴养效果、冰系亲和度均提升10倍，是否立即转化？转化。小心！好东西，当真是万年难遇的至宝。清欢，也就是你有透明冰骨，换做旁人，碰一下都受不住这股寒气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你如今灵力修行虽快，但肉身强度太弱，日后境界提升，极易出现灵力撑不住肉身的隐患。此坛寒气以真化境，又有万年冰髓加持，我教你一个上古淬体之法，入寒潭以寒气淬体。只是这过程极度煎熬，非有钢铁般的意志不可承受。你且想想，要不要试？为何不是？时机到了，该结丹了。清欢，你要记住，金丹乃修行路上的重要分水岭，完美结丹至关重要。先将修为彻底稳固，再将周身气态灵气尽数压缩凝聚成液态灵液。清欢，金丹之后，修士便可修炼神魂。我这里有一门顶尖灵魂法诀，名为魂诀，这便传你。升华。多谢前辈厚爱，只是晚辈家中早已备好专属的灵魂法诀，与我的体质更为契合，便不再劳心修炼魂诀了，还望前辈莫怪。你说什么？你家中早已备好灵魂修炼法诀，专门为其量身准备适聘体质的灵魂法诀，还有炼虚期大能贴身护道，难不成是上古遗留的神族后裔？林月，我们走吧，去水月皇城。这位道友，请问城中哪家酒楼的饭菜最为可口？仙子有所不知，咱们水月城最好的酒楼，当属城南的长春楼，食材全是灵骨灵蔬。啊！谢仙子赏，仙子里面请，可是要包间？顶层包间，隔绝视线。水月醉仙鸡，碧荷灵菇佛跳墙，水晶灵鱼，再上一壶灵掺茶。是。那这样子，快请黄掌柜，有长老莅临。属下黄水云见过长老，不知长老莅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长老恕罪。请长老此番前来，可是有要事吩咐？但凡属下能办到的，定当竭尽全力。我来此是想打听一件宝物，顶级养魂木，你这多宝阁可有，或是知晓其下落？回长老，属下执掌此地多年，从未见过顶级养魂木。不过属下倒是知晓谁手上有此物，只是获取颇为欧折。但说无妨。水月营朝第一世家吕家，3个月前，家主吕素娥为女儿吕仙莹筹备成年礼，遭遇罕见阴火入体，卧病在床3月有余，只有5品火元丹才能化解阴火。吕大小姐昭告天下，谁若能拿出5品火元丹救治吕家主，便能成为吕家座上宾，享受100年供奉，甚至吕大小姐宜下嫁于他。合着这天底下炼丹师只有男的，要是女炼丹师救了家主，吕小姐也下嫁？
这剧情惯性，长老有所不知，炼丹师本就稀少，皇朝境内最顶尖的刻工炼丹师也不过4品。这3个月来，无数修士空手而归，吕家开出的条件一涨再涨，依旧无人能拿出5品火元丹。系统检测一下，这个吕家大小姐是不是来自一本新的小说？宿主真聪明，吕仙莹是一本男频玄幻修仙文的女主之一哦。果然是一废退柴婚流，正是吕小姐的前份未婚夫凌天，拿5品火元丹打脸众人，迎娶大小姐。既然如此，黄掌柜，你即刻为我准备炼制5品火元丹的所有药材，再准备一间僻静、灵气充足的顶级丹房，不得有任何人打扰。药材务必在半个时辰内备齐。长老，您要炼制5品火元丹，按我说的去办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属下遵命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前辈，醒醒，该炼药了。怎么了？可是寻到养魂木了？还没有，不过我需要炼制5品火元丹来换养魂木，前辈教我炼丹吧。清欢，炼丹一道极难，你从未亲手炼过丹，想要一步炼出5品火元丹太难了。前辈，凡事都有例外，万一我是个炼丹天才呢？炼丹第一步便是控火，你主修冰水系灵力，本就相克，先稳住火焰大小。系统读导，炼丹第一步便是控火。你怎么会控火了？我还没教完，你便学会了。前辈，继续吧。接下来该做什么？天才，你简直是炼丹的绝世天才，短短1个时辰便掌握了别人数年的功底。数日，仅仅数日，没有半分实操打磨，没有一次失败试墨。第一次正式炼丹，就直接炼出了3枚品质上乘的5品火元丹。这哪里是天才，这分明是逆天而行的奇才。长老，您炼丹结束了，一切可还顺利？备车，去吕家。是，属下这就安排。快！去把备好的灵木车牵来，务必护送长老安全抵达吕府，不得有半分怠慢。只待顺利换取到养魂木，便即刻离开吕府，寻一处僻静之地，专心滋养前辈的残魂。整整3个月，90多个日夜。母亲因为阴火入体，神魂与经脉受损，气若游丝。水月皇朝根本没有5品炼丹师，无数人榜上有名来试，却没一个人能拿出5品火元丹。照这样下去，母亲该怎么办？大小姐，多吃一口吧。您是您也快了，家主福泽深厚，一定会有贵人相助的。我吃不下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喜啊！天大的喜事儿！府门外来了一位灵仙子，自称灵清欢，她直言携5品火元丹前来，要救治家主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是携5品火元丹前来，不是愿意一试，是真的有成品丹药。那位仙子就站在府门外，亲口所言，已经带着成品丹药等候，绝无半句虚言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母亲有救了，母亲终于有救了！这么年轻，我以为能拿出5品火元丹的，定是白发苍苍的丹道老前辈。没想到竟是如此年轻的一位仙子。吕仙莹见过林仙子，多谢仙子远道而来，出手想救我母亲，仙子快请入府，仙莹亲自为仙子引路。不必多礼，我此番前来不为其他，只为换取吕家的顶级养魂木。仙子放心，只要仙子的无极养魂木、上万中品灵石、玄阶法法宝，即刻便为仙子备好，绝无半分食言。仙子，我吕家的许诺句句属实，只要能救我母亲，仙子但有所需，吕家但凡能办到，绝不推辞。吕小姐此前昭告天下，说献丹者除了宝物，还可获吕小姐下嫁。怎么到了我这里，这份赏赐便不作数了？仙子恕罪，是仙莹考虑不周，救母心切，从未想过会有仙子这般高人驾临，绝非有意轻视女修，还望仙子见谅。仙子若是不嫌弃，仙莹愿收回下嫁之诺，改请仙子为我吕家终身供奉长老，享有警惕我母亲的权柄，掌管吕家所有丹道资源，不受族规约束，逍遥自在。吕家上下皆听仙子号令。无妨，不过是随口调侃，吕小姐不必放在心上。这份供奉长老的许诺，我应下了。多谢仙子体谅，多谢仙子。这真的是5品火元丹，好浓郁的丹香，家主有救了，我们吕家终于有救了。多谢仙子，多谢仙子救命之恩。多谢仙子，仙妻愿没齿难忘。仙子且在正堂稍后，我这就去密室为母亲为夫服丹药。
剑英，怎么样？那位仙子真的有5品火元丹？有，真的有。娘，您终于醒了，您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好孩子，别哭，娘没事了，是娘不好，让我的莹儿受了这么多委屈。快带我去见灵仙子，如此大恩，我身为家主必须亲自拜谢。娘，您刚常愈，先歇息片刻，我已经吩咐下去大摆宴席，好好款待仙子了。灵仙子，敢问您的全名？可是林清欢？您就是凭那金屋溺案的灵仙子，能亲眼见到您，仙英真是3生有幸。仙子，此处便是我吕家藏宝库，您要的顶级养魂木以及许诺的其他宝物尽在其中，尽管随意挑选。是啊，仙子，您不管看中什么，就算是祖传之物，只要您喜欢，直接带走便是。仙子，那紫檀木盒中便是您要的顶级养魂木，此宝赠与仙子，才算物尽其用。多谢吕家主，仙子万万不可言谢。除了养魂木等物，宝库内所有藏品，您随意再挑选2件，无需顾虑。清欢，别急着选，放开你的神识。刚才隐约觉着角落里有件东西被埋没了，倒是对你有些用处。这些玄阶物件，没一个真正够看的。就是它，清欢，把那个黑色小木盒拿过来，里面是一枚100年冰晶，可惜了。若是1000年冰晶，便是逆天造化，不过100年的也能用。前辈，这100年冰晶究竟有何特殊之处？为何您说若是1000年冰晶，便是逆天造化？清欢，你是先天水天灵根，又身怀万里挑一的顶尖体质，通明冰骨，天生亲和冰系灵力，寻常修士苦修100年也赶不上你的优势。但体质只是辅助，灵根才是根本。你没有专属的冰灵力，全靠体质转化，始终无法将这天资发挥到极致。这100年冰晶比万年冰髓还精纯。若是些1000年冰之力依附在你的通明冰骨上，配合我掌握的功法日夜温养，就能硬生生为你催生出冰灵根。只可惜，这只是100年冰晶量不足，但也足以大提高你体质与灵根的契合度了。冰，检测到100年冰晶，10倍升华可以获得1000年冰晶，请问宿主是否升华？1000年冰晶，1000年冰晶，快，清欢，就要这枚1000年冰晶。普通人的双灵根是把10分天赋平分，但我这部生根诀不同，它是为新灵根开辟独立的经脉和丹田。你凝练出第2灵根，便总共拥有20的天赋；若是第3灵根，便是30。只可惜碎功法只能帮人凝练3道灵根。恭喜宿主获得天阶中品功法生根诀，此功法10倍升华，可获得王阶极品功法灵诀。请问宿主是否升华？确认升华。叮，10倍升华成功，宿主获得王阶极品功法灵诀。功法已经完全记住了，那么现在才是真正收网的时候。咦，这里竟有一枚1000年冰晶。1000年冰晶，清欢，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是1000年冰晶，还是品相最上乘的极寒本源？清欢，你可知它除了辅助修炼，还有天大的妙用？我自然知道，此等天地至宝，便是在我家族之中，这般品下的存货也不算多。它的核心用处便是配合顶级功法凝练专属冰灵根，甚至冰天灵根，彻底补足无冰灵根的缺憾。今日在此遇见，确实算小有机缘。我越来越好奇你究竟来自哪家了。我活了数千年，玄灵大陆4大宗门7大家族我尽数知晓，
却从来没听过有什么以灵为姓的顶尖势力。你的眼界绝非寻常势力能有。前辈，我自然不是来自7大家族，如今我在通天宗修行，便是通天宗弟子，这一点你不是早已知晓吗？罢了，你不愿说，我便不问。这千年冰清是天大的造化，你务必收好，日后你的修行之路定会平步青云。这2件便可，其余宝物吕家自行留存即可。仙子气度高绝，此番大恩我吕家没齿难忘。这养魂木供奉令牌和灵石，还请务必收下。日后仙子若在水月皇朝有任何差遣，只需传信吕家，我吕家上下必当竭尽全力，万死不辞。吕家主不必多礼，此番交易各取所需即可。我还有要事在身，便先告辞。黄掌柜，劳烦为我安排一间僻静、灵气充足的闭关密室，我需闭关修炼，无要事切勿让人打扰。仙子请随我来。仙子，这间密室您尽管使用，期限随意，属下已吩咐下去，绝不会有人前来惊扰。有劳。这灵诀到底是何等品级的功法，竟然如此玄妙！成功了！秦欢，你竟然真的凝练出了冰天灵根、水冰双连灵根，这等天赋，放眼整个玄灵大陆的历史，也是屈指可数。灵儿，你看，我说过能炼出5品火元丹，就一定能炼出来。有了这枚丹药，吕素娥的病手到病除，吕家的养魂木、吕家的资源，还有吕仙亨，全都会是我的。我问你，你们家主吕素娥怎么样了？我是来为你们家主送5品火元丹的。我们家主早已痊愈，今日还受邀前往皇宫参加痊愈宴呢。阁下请回吧，我们吕家不需要丹药了。痊愈了？怎么可能痊愈了？5品火元丹何等难炼，他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痊愈了？我家主人是得遇高人出手相救，阁下再在此胡言乱语，休怪我对您不客气。痊愈了？那养魂木呢？你之前信誓旦旦，如今竟然被人捷足先登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是谁？到底是谁敢抢我的机缘？谁敢抢我的养魂木？停车！凌天，你拦我马车，意欲何为？吕仙云，我听说你母亲已经痊愈了，我问你，吕家是不是还有养魂木？只要你把养魂木给我，我可以不计较你们吕家之前的怠慢。养魂木只剩一小块边角料，若是你真想要1万中品灵石，或是100上品灵石，我可以做主卖给你。你明知道我也是丹师，为什么不等我炼出丹药，反而找别的丹师？你这是故意不给我机会！我等你，凌天，你搞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等你？一个1品丹师，我难道要拿我母亲的性命赌你这个一事无成的人能炼出5品丹药吗？那是以前，如今我早已今非昔比。你应该听说过名震天水城的炼丹师天灵，天灵就是我凌天。我如今已是5品丹师，整个天水城无人不知我的名号。天水城不过是水月皇朝边境的一座小城罢了，我为何要去那么小的地方打听一个名不经传的炼丹师？你的名号我从未听过，也不想听。 5品丹药何等难炼，寻常丹师根本炼不出来。你们吕家怕是被人骗了。我可以免费为你母亲检查身体，确认她体内的丹药药效是否正常，免得你们被人蒙骗，日后留下隐患。多谢你的好意，不过不必了。整个水月皇朝顶尖的医师丹师傅圣属，我母亲痊愈之后，早已被多位大师检查过，身体康健，修为还有精进，根本无需你一个小城来的丹师多此一举。我看你根本不是怕被骗，你是还在记恨我，记恨我退了婚，所以故意针对我，不给我机会。记恨你，凌天，你要不要去问问整个水月和方朝的人，当年到底是你退了我，还是我吕仙英退了你？你凌家在天水城不过是个小家族，若不是靠着祖辈的一点恩情，你连站在我面前的资格都没有。你有什么资格退我？就算你退婚，那又如何？像你这样强势、不留情面，还退过婚的女人，
我倒要看看整个水墨皇朝还有谁敢娶你！这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如今我母亲痊愈，吕家重振，想入赘我吕家，愿意求娶我的修士，能从吕门口一直排到天水城，远比你这等只会口出狂言的人强上100倍、1000倍。好一个吕家！你们吕家母女都不是什么好人，过河拆桥的是你们，翻脸无情的也是你们。我们吕家过河拆桥？林天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说，你林家到底有什么资格说这话？当年不过是你奶在寿中救了我外祖母一命，你奶奶在世的时候，我吕家年年送丹药、送资源、送零食，待你林家不薄，从未有过半分亏待。可你奶奶去世之后，你父亲为了当上林家族长，硬是拿着当年的恩情要挟我吕家，强行定下你我2人的婚约。吕家给了你多少情答应资源，你却自甘做修为不进反退，成了人人笑话的人。我吕家待你仁至义尽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忘恩负义？那你们也不能直接上门退婚，让我成了天水城的笑柄，让我林家抬不起头。上门退婚？林天，你真当所有人都跟你林家一样蛮不讲理？为了给你林家留面子，我吕家私下里派族人提了多少次退婚，每一次都拿出了大量的补偿，可你林家死活不肯解除婚约。若不是你们林家百般推诿、死缠烂打，我何必亲自上门退婚？难道我要拿着自己的一辈子，跟你这样的人绑定在一起，毁了自己的一生吗？我再问你，你身旁这位姑娘是你娘留给你的侍女灵儿吧？她跟在你身边鞍前马后已有数年之久，你既然如此看重婚约，为何不娶她为妻，给她一个名分？她不过是一个小小侍女，身份低微，怎么配？怎么不说了？你心里清楚，你看不上一个身份低微的小小侍女做你的妻子，觉得她配不上你，那你凭什么觉得我吕仙印就该看得上你？自己都看不起身份低微的人，又有什么资格要求我看得起你？驾车，走，不必理会这等人。吕仙营、吕家，还有那个抢了我机缘的人，我凌天发誓，今日之辱必定100倍奉还。行了，别放狠话了。当务之急是赶紧寻找滋养神魂的宝物，实在不行就离开水墨城。可恶，都要付出代价！凭什么？我的心愿，我的养魂木，凭什么被人劫走？吕仙英竟然敢如此轻漠我，我定要让他付出代价！凌天，你冷静点，不过是丢了一次机缘，何必如此自乱阵脚？少爷，吃点东西吧。少爷，您别再折腾紫萱姐了，这几日您粒米未进，身子会扛不住的。不用你管，走开！少爷，灵儿知道您心里委屈，可吕家小姐也是救母心切，她母亲当时性命垂危，她根本不知道您何时能赶到，只是想救自己的母亲，应该没有故意针对您的意思。您好好修炼，日后一定会有更好的机缘的。你说什么？你竟然敢帮那个轻漠我的吕仙童说话！灵儿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又落魄了，就看不起我了？转而帮着外人来说我？我没有帮着外人，我只是说出心里的想法。少爷，您这几日真的太不对劲了，他没有义务一定要等着您啊！你不过是我林家一个侍女，吃我的，用我的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来议论我的对错？我做事还轮不到一个侍女智慧。侍女，少爷，
您当初离开天水城的时候，不是说过以后我就是你的妹妹，不再是侍女吗？我那不过是随口一说，哼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我正经的妹妹还在天水城林家，你一个外人，真以为能做我林家的小姐？不过是给你点好脸色，就忘了自己的身份。少爷，就算你没有真的把我当妹妹，我也不是任您随意打骂的附属品。我如今是炼气6层的修士，比起您的炼气9层并没有差太多。若是没有当年给您做侍女的过往，您敢这样对我随意发火吗？炼气6层又如何？若不是我念着你伺候我多年给你资源，你能有如今的修为，你就该一辈子跟着我。靠你，少爷，您摸着良心问问，这么多年我到底沾过您多少光？我从5岁陪您到如12年半点光，您落魄时我寸步不离，我做的够够的了，我不欠您什么。你要干什么？离开了我，你根本没法立足。你现在乖乖道歉，日后我还能让我爹娘认你做干女儿。您不必再拿这些话哄我了，您回林家问问，他们敢让我一个炼气6层的修士回去做任人使唤的侍女吗？一日为婢，终身低人一等，这份身份会跟着你一辈子。是吗？那少爷，你曾经被人嘲笑的过往，也同样会跟着你一辈子。这些东西全都是你给我的，现在如数复还。从今往后，你我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从此互不相识。灵儿，你给我回来！没有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现在好了，唯一对你真心的人也走了，你该清醒了。哎，眼下不是消沉的时候，赶紧找回状态，找到劫走你养魂木的人，拿回属于你的机缘才是正事。没错，我不能消沉，我要找到那个劫走我养魂木的人，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吕家、吕仙营，还有灵儿，我会让你们后悔的。这位兄台，可知是何人救了吕家主母？是谁拿出的5品火元丹？不知道，别问我。几位大哥，能否透露一下，救治吕主母的恩人是？滚滚滚！吕府重地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再问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我是天选之人，一定能查到线索。这里来往的都是权贵，消息肯定最灵通。听说了吗？吕家主近日亲自带着众礼去了城南的多宝阁，拜谢一位灵性仙子，态度恭敬得很。哦，多宝阁的灵仙子是什么来头？竟然能拿出5品火元丹救了吕家主？具体身份不清楚，只知道是位灵性仙子，实力深不可测，身边还跟着一位护卫，看着就不好惹。吕家对这位仙子的消息捂得极紧。灵性仙子，多宝阁，找到了。劫走我机缘的，就是这个住在多宝阁的灵性仙子。多宝阁势力庞大，我不能在这里动手。听说他近日就要离开水月王朝，我的机会来了。今日我一定要拿回养魂木，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，洗清我受的所有屈辱。灵仙子，我问你，养魂木是不是在你手里？那养魂木本就是我先看中的机缘，是你捷足先登，拿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。识相点儿，现在把养魂木交出来，再赔我一批修炼资源，此事我就不与你计较。否则，这女修顶多筑基期，那护卫顶巅了也就金丹。我有严老相助，今日稳操胜券。我身边刚缺个伺候的人，你若乖乖把东西交出来，跟我回去做个侍女，或许我还能不为难你。不然今日这城门之下，有你好果子吃！动手吧，制住他，退下。怎么可能？炼虚气，那是传说中才有的境界。炼虚气是炼虚气的威压，小子，我们惹错人了。那是炼虚气修士的护道者，能让炼虚气修士做护卫的，背后至少是大宗门。我们怎么惹到了这种存在？饶命，灵仙子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这就走，再也不拦您的路了。
司徒前辈，我问你，除了养魂木，吸收其他无主残魂里的本源修为，是否也能补全你的残魂？自然可以，尤其是数百年的残魂，蕴含的本源之力，对我魂魄的补全，不比一小块养魂木差。那便好，把他戒指里的残魂拘出来，再废了他的修为，封了他的灵力，点了他的昏睡穴，让他在这里好好清醒清醒。喂。灵仙子，求你放过我，我只是个残魂，并无恶意。前辈，出来吧。不，我的本源，不！多谢清欢，此恩司徒兰铭记在心。此番吸收本源，我的魂魄已经差不多补全了，举手之劳。回宗门若全速飞行需数月，还是去玄虎城做跨域传送站更为妥当。停下！此处通道寻常车辆不得入内，还请走侧门。出示身份令牌，接受查验。原来是通天宗的仙长，失礼了，二位请入城。队长，刚才那两个人是什么来头啊？怎么连问都不问一句就放进去了？你小子刚入军，眼界太浅，不该问的别多问。我家仙子前来，需入内休整，等候传送阵开启，速速通报管事。通天信物，是。属下不知何仙仙子驾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仙子恕罪。属下已备好分至内最顶级的静心阁，还请仙子随属下人入内。这等气质，腰牌品级如此之高，定是某位太上长老的亲传弟子。灵仙子，此处便是静心阁，若有需求，尽管吩咐。退下吧。晚辈洛洛，拜见小师叔祖。不知小师叔祖是否休整完毕？进来。晚辈叶落，掌管此处事务。不知小师叔祖驾临，还望恕罪。无妨，我来借用传送阵返回去本宗，何时可启用？回小师叔祖，直达通天城的传送阵正在修箫阵眼，约摸10日后方可启用。
知晓了，我便在此等候10日。小师叔祖，还有一事，2日后便是咱们通天宗3年1度的收徒大典，大典将在玄虎广场举行。咱们分祭会挑选天赋出众的苗子送入本宗。咱们分职平日里有炼虚巅峰长老坐镇修炼，极少过问外事。此次大典原本该由晚辈主持，小师叔祖身为宗门核心弟子，更是晚辈的小师叔祖，地位尊崇。若是能出面坐镇大典，一来能彰显我通天宗威仪，二来也能为大典添彩。出面看一看。可以，2日之后的收徒大典，我会出面。多谢小师叔祖，晚辈这就去安排大典事宜，定会为小师叔祖备好主位，保证大典顺利举行。那晚辈便不打扰小师叔祖休整，先行告退。大典之日，晚辈再来恭请小师叔祖。叶长老今日竟不做主位，不知是何等人士要来。回殿下，老身也不知晓，从未听闻通天宗有大人物前来玄虎城，想来定然是宗门内地位极高的存在。咱们静观其变便是，切记不可失礼。诸位玄虎王朝的道友，南方疆域的诸位同仁，今日通天宗收徒大典，有幸请到我通天宗本宗核心弟子林清欢仙子。不必多礼，收徒大典开始吧。是，谨遵小师叔祖吩咐。通天宗收徒大典正式开始，请诸位年轻才俊依次上前检测灵根，灵根最优者可直接入选通天宗本宗，次之入选玄虎分祭，其余可由在场诸位道友、宗门家族自行挑选。丹火灵根还是纯灵根？宋一兰，顶级丹火灵根，天赋出众，准予直接收入通天宗本宗。多谢仙子，多谢叶长老。又是顶级丹灵根，丹金灵根。丁，检测到新的气运之子卓明轩，点击查看详情。丁，检测到目标人物宋一兰，气运值正在快速攀升，命格与卓明轩深度绑定，即将进入气运之子剧情。卓明轩，顶级丹金灵根，准予一同收入通天宗本宗。且慢。来人，将卓明轩制住，带回分治详查。仙子，晚辈冤枉啊！晚辈自幼生长在玄虎皇室，一心向道，从未做过逾矩之事，更从未得罪过仙子。不知仙子为何要下令制住晚辈，还请仙子明示。仙子息怒，卓明轩乃是晚辈的亲表弟，自幼性情纯良，恪守规矩。若是无意间有言行冒犯了仙子，晚辈在这里替他赔罪。他年纪轻不懂事，但凡有错，晚辈一定严加管教，让他立刻改正，绝不敢再冒犯仙子。还请仙子高抬贵手，莫要与他计较。无需多言，是非曲直自有定论。如春，将你所查之事告知众人。我修炼有一门瞳术，可看穿肉身表象，直视修士灵魂本源。你肉身年龄不过16、17岁，修为仅为断体巅峰，可你的灵魂本源却是饱经岁月的残魂。你分明是残魂夺舍他人肉身，伪装重修。夺舍，竟然是夺舍的邪修！属下遵命。竟敢有邪修伪装混入大典，惊扰小师叔祖，属下定将其制住，按规矩处置。果然是夺舍的邪修，明轩这孩子的神魂早被封禁，你这高阶残魂竟敢强占我玄虎皇室宗亲的肉身，真是胆大包天！多谢灵仙子的护卫慧眼识奸，揪出这邪修，否则我玄虎王朝必将引狼入室，后患无穷。此等邪修，按玄灵大陆规矩，当废去邪功，
拘出邪魂，带回封禁，按律处置。理应如此。叶长老，灵仙子，小女与这邪修毫无关系，只是自幼有婚约在身。如今事情已了，我这就带小女返回宋家。宋家家主留步，为了避免再有疏漏，还请允许我等为宋小姐做一次神魂查验，确认宋小姐与这邪修毫无瓜葛。我愿意接受查验，我与她真的毫无关系，我也不知道她是邪修。宋小姐神魂纯净，与邪修无涉。宋小姐，你天赋出众，即日起正式收录为我通天宗本宗弟子，待传送阵修好，便随我们一同返回通天朝。宋家主，明轩肉身里的顶级丹金灵根完好无损，我有一秘法，可将这灵根移植给宜兰的妹妹宋怡柔，助她修复灵根。宋家需承诺与皇室依旧世代交好，延续良。老祖放心，宋家定当信守承诺，与皇上世代交好。姐姐，我能修炼了，我终于能修炼了。小师叔祖，一路保重，晚辈在玄虎分治，静候宗门吩咐。速去，我随后就到。清欢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2个月去哪里历练了？师傅还以为你在外面贪玩，忘了回来呢。弟子这2个月并未贪玩，吸收之后了一枚万年冰髓，便一路巩固修为，故而耽搁了些时日，才回来拜见师傅。万年冰髓乃是极寒天才地宝，灵气霸道，可遇而不可求。你怎敢贸然直接吸收？若是把控不住，极寒之气伤及经脉根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快，放出你的修为气息，让师傅为你梳理经脉，看看有没有留下隐患。金丹9层，你竟然已经修炼到了金丹9层，距离金丹大元仅有1步之遥。这3把皆是地阶令剑，左边这把是地阶中品的千云剑，由千年寒铁锻造；中间这把是地阶上品的破风剑，主攻伐；右边这把是上品的寒水剑，以千年寒铁与冰灵玉锻造，最契合的你的冰灵根与冰系功法。师傅，弟子选这把寒水剑。好，既然选了它，日后便好生温养，剑随人走，助你修行。看看这次归宗又能获得什么机缘。系统开始抽奖。毒糖，恭喜宿主获得地阶上品破幻功，10倍升华可获得天阶中品诸魂功。此功灵魂类武器极少，配上我手上的炼魂更好适配。不错不错，继续抽奖。为宿主抽奖中，恭喜宿主获得一处小型山林。这还是头一回抽到4大类以外的东西，竟然可以凭空创造不存在的土地。那么，是否可以创造秘境之类的空间？独挡刷新，小型秘境，大型秘境。恭喜宿主获得大型洞天，10倍升华可获得灵气浓郁的完整洞天福地成衣。天哪天哪天哪！清欢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简直是我认识的所有宿主里面运气最好的一个，这可是灵气浓郁的完整洞天福地啊！所以，洞天和完整的洞天符什么区别吗？区别可大了。一个顶级大型秘境数万年才可能形成小洞天，而完整洞天福地需要数十位大清修士演化10万年，玄灵大陆上根本没有。这就是一方独立的小世界，灵气充足便会自己演化出灵石矿脉、山川湖泊、灵花灵草与灵兽，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缩小的无人打扰的独立小世界就好。运行法则竟和玄灵大陆一般无二，而且神识竟然感知不到边界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今日运气正佳，继续抽奖吧。为宿主抽奖中，恭喜宿主获得玄蛇诞成石，10倍升华可获得吞天玄蛇诞成石，请问是否升华？蛇蛋，之前从来没有抽中过。玄蛇是常见灵虫，攻击力强，自带寒毒；吞天玄蛇则是血脉返祖灵虫，有机会修至更高境界。这10枚玄蛇蛋一出生便会认主，
永远不会背叛，可直接在小天地孵化。如春，你们要好好照看他们。是，主人。为宿主抽奖中，恭喜宿主获得破旧小屋日1，恭喜宿主获得残破宗门旧址吃1，恭喜宿主获得传承超过10万年的大型古宅吃1，10倍升华可获得传承超过10万年的完整大型古宅，是否升华？好，家族的根基有了。心逆杜白，这里与小世界灵脉完美相融，成了绝佳的修行与安居根基。如春、如秋，你们带着灵石去这些地方，将天材地宝尽数带回。另外，开始采购炼丹和炼器的器具，在灵府附近开辟炼丹官阁和炼器阁，这是孙晴等人遗落的机缘位置。先给此立个阶段小目标，就是把灵府填满。有毒脏系统在，总能抽到想要的。而且制住这些为非作歹的气运之子后，我似乎能分得部分气运，心想事成的概率高了不少。慢慢摸索便是，我有的是时间。堂姐，你来啦！婉玉，这是给你的。玲珑，这个拿着防身。多谢小石叔祖。小师叔祖竟然送我这样贵重的礼物，这份同乡情分远比任何东西都珍贵。师姐，你可回来了，师弟在此等候多时了。楚浩，找我可是修行上遇到了难处，若是功法运转不畅，我可以再给你讲一遍。看师姐心情这般好，可是去见了相熟的好友。是啊，去看了婉玉，还特地见了我，送了我一张高防御符呢。那小师叔祖看望林婉玉姐姐，定然送了不少好东西吧？小师叔祖送了婉玉一件木系玄阶法宝，最适合她了。哼，同样是一个地方来的，给亲妹妹送玄阶法器，给师姐就只一张符。这位小师叔祖还真是分得明明白白。师姐你就甘心吗？楚浩，你住口！你的心思怎么会这么狭隘？他没有任何义务照顾我，送我符箓已经是天大的送我法器。你这番话，把这份难得的情分看得一文不值。楚浩，我今日把话跟你说透，你这种等着旁人给予、怨对不公的心思，必须立刻改掉。没有人理应给你任何东西。小师父祖送我符是情分，不送是本分。你若一直抱着这种心思，日后定会吃大亏。师姐教训的是弟子心思狭隘，口无遮拦，说错了话。弟子知错了，还请师姐不要生气。知道错了就好生反省，日后专心修行，端正道心，莫要再想这些旁门左道。我要回洞府修炼了，你也回去吧。要靠自己的努力，一步步提升修为。这辈子最不能辜负的，就是自己的心。迂腐。玲珑，你那记名小师弟楚浩近来表现如何？你可愿接纳他？师父，其实前些时日发生了一件事。原本以为他是个性情不错的，没成想竟是背地里挑拨是非的性子。心思这般不正，若是真收入门下，日后不知会生出多少事端。罢了，为师还是先好好教导你，等你能独当一面了，再考虑收徒的事。楚浩，便退回外门吧。是，师父。听说了吗？这楚浩是因为挑拨是非、心术不正，才被若素长老退回来的。宿主，好消息！因为你改变了从世之界的部分剧情走动，主系统给你发放奖励啦！我这都快1个月没出门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查到了，是因为你影响了一个名叫楚浩的气运之子的发展。他因为被退回外门，得不到资源，他唯一的金手指气灵已经自行消散了。楚浩，上一个是孙晴，这次是楚浩。看来制裁这些为非作歹的气运之子都能拿到奖励，日后倒是可以多留意留意。
16岁，金丹大圆满，3门功法皆至圆满，终于大成了。是时候去兑换藏书阁顶层的准入机会了。见过小师叔祖。小师叔来了，快进来。你已经金丹大圆满了。短短数月，从筑基到金丹大圆满，这等修炼速度，简直是妖孽！小师叔，你这修炼速度，怕是要让整个玄灵大陆的年轻一代都望尘莫及了。以后咱们通天宗的年轻一代，怕是要以你为首了。宗主过奖了，我不过是运气稍好，得遇机缘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这是你应得的藏书阁顶层准入手粮，拿着它便可进入藏书阁第10层，任选一本功法。只是切记，顶层功法珍贵，不可随意外传，更不可损毁。弟子谨记。弟子东方旭，见过小师叔祖。免礼，今日是你值班。是，弟子今日负责藏书阁1层至9层的值守。原来小师叔祖是要去顶层，弟子这就带您过去。修为倒是练得扎实，没有半分虚浮之气。通天宗年轻一辈能沉下心的不多，莫要丢了这份沉稳。东方旭，你带这孩子去10层，规矩照旧，只许选一本功法，不许胡闹。小师祖，顶层的阵法禁制极为凶险，至少需要金丹期修为才能打开。您且退后一些，弟子来开启阵法，避免被阵法余波伤到。不必了，我已是金丹大圆满，无碍。金丹大圆满。小师叔祖，您竟已是金丹大圆满。小师叔祖，门开了，您请进。弟子先告退了。林清欢，入顶层者只可择取一本功法，不可贪多。你身具水属性与冰属性，这本金风诀与你的属性契合度极低，换一本吧。顶层功法众多，总有适合你的。不必执着于就可以。哼，我管不了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想法。既然你执意选这本，那就随你吧。只是日后若是后悔，可别来寻我。10倍膨胀，冰10倍膨胀功能启动，蜕变完成，地阶中品金风诀成功升级为天阶上品无二化诀。比不了，真是比不了。这本焚天烈焰诀是火系功法，与你冰灵根天生相克，极易走火入魔。快放下！万魔回心诀，你一个冰系正道修士，选它作甚？心性不稳者会被心魔侵扰的。弟子自有打算。哼，总算拿了本像样的，去吧去吧。这些功法固然珍贵，可距离真正的上古世家底蕴还差得远。修为、小世界、傀儡都需要时间沉淀，是时候闭一场长关了。清欢，藏书阁一行可还顺利？选到合心意的功法了？劳师傅挂心，一切顺利。弟子此次收获颇丰，如今想要闭一场长关，沉淀修为，消化所学，还望师傅应许。甚好。修行之路本该厚积薄发，你且安心闭关。平海峰有师傅在，无人干扰。多谢师傅。
弟子拜见师父。你根基扎实无一匹，为师甚是欣慰。恰好你今日出关，有一桩宗门要事需交付于你。玄灵大陆4大宗门每3年便会举办一次仙门大比，此次大比定在1月之后，置于云海台。你如今金丹境已至巅峰，此番代表我通天宗参加金丹境大比再合适不过。重在锻炼打磨自身，也为宗门扬威。弟子遵命，定不负师父与宗门所托。正好借4宗弟子的切磋，彻底夯聚战力。2位贵客，可是来考取炼丹师凭证的？申报炼丹师品级考核，从1阶开始依次考核。这是您的考牌，1阶考场在东侧，2位请随指引前往。一炷香不到，竟是上品1阶回春丹。恭喜2位考核通过。快，通知表后空闲考官，有奇怪在连破3阶，直奔4阶考场了。这2位前来报考4阶的考生是何来历？回宋长老，此群女子名为林清欢，黑衣女子名为凌月，刚才接连急速通过1至3阶考核。林清欢，竟然是师门新收的小师妹，没想到她竟也精通炼丹之道。4阶回元丹。连基础丹方都记不了的门外妇，4阶回元丹哪里用得到千年龙血草？千年龙血药要性法药性，好好一炉药材就被白白糟蹋了。王老切莫动怒，只是这手法要求极高罢了。要求极高，观此女骨相尚且不到双10年华，修习炼丹之术，想必也不过短短数年功光。哼，她哪来的深厚功底与精湛手法，能炼去千年龙血草的烈性？依我看，就是盲目乱选药材，徒有其表罢了。哦，照王老这般说来，王老当年自身做不到以龙血草炼回元丹，往往门下的弟子也无人能做到，便觉得这天下所有丹修都做不到此事。以己之短，度人之长，这般行事未免太过偏颇，有失丹塔长老的风范吧。哟，这少女周身灵力凝练厚重，丹田处金丹灵光隐现，竟是实打实的金丹期修为。根本不是普通的千年龙血草，这是被地甲阴邪做浊气常年侵染的千年龙血花，药性是普通龙血草的数倍。阴邪龙血花药性太烈了，这般突然暴动，根本压制不住啊！糟了糟了，这炉丹药肯定要废了，就怕炼丹的小姑娘会被邪气侵体。
金丹巅峰，这是实打实的金丹巅峰修为！我的天，我没看错吧？这少女看着还未满双10，竟然是金丹巅峰强者，距离元婴竟只有1步之遥。这等天资，我苦修一辈子，也才堪堪元婴初期，人家未满双10就登顶金丹巅峰，人比人真是气死人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宋昭的小师妹，是整个玄灵大陆都独一无二的绝世天才。清欢，你此番临危不乱，手法已然堪称极致。这枚回元丹炼制的无可挑剔，只可惜终究差了一丝火候，没能抵达完美品殿，更无法引出炼丹界最顶级的丹物异象。丹物异象，这般能彻底打响名声的机会，我绝不会错过。系统回档。是。宁，这萦绕在丹药旁的雾气到底是什么？我研习丹道多年，从未见过这般异象。是丹雾，这竟是丹道至高异象丹雾啊！老夫钻研丹道600载，能炼出丹雾的丹药从头到尾不超过10次。这等基本功底，到底是沉淀了多少岁月才能练就？诸位都看清楚了，这般丹道奇才，正是本长老的师门小师妹。通天宗林清欢，还不快恭喜本长老的小师妹顺利通过4阶丹师考核！见过三师姐。好师妹，你可太给师姐长脸了！放心，师姐一定给你安排妥当，给你个最公道的品级评定。宋长老，灵仙子，快请上座。方才4阶考场丹雾绕丹的奇景，我等虽未亲见，却已传遍整个丹塔。还请速速让我等核验这枚4阶回元丹。张长老尽管细细检验，我家小师妹这枚丹药可不是普通的4阶极品，那丹雾异象可是万中无一的丹道奇奖。你们可得拿出十足的诚意，给出公道价格，万万不能亏待了我家小师妹。当真凝聚了丹雾，药力精纯无垢，邪性技术化去，药效是普通4阶回元丹的8倍有余。这哪里是寻常4阶丹药，就算是5阶高品丹药，也少有这般磅礴药力。按照丹塔规矩，普通4阶回元丹市场价为3000中品灵石，我丹塔愿以10倍价格3万中品灵石收购。还是张长老懂行，识得珍宝。这个价格，我和小师妹都十分满意。好师妹，走，师姐的专属丹房就在丹塔后侧，那儿栽种了不少珍稀药材，收藏了几十份罕见高阶丹方，还连通着温火灵脉，最适合炼丹修行。师姐带你去见识一番，顺便歇上一些。今日接连考级，你定然耗费不少心神。多谢三师姐好意，只是今日我还要参加5阶丹师考核，怕是不能随师姐去丹房歇息了。师妹，你说什么？你还要考5阶丹师？回宋长老，林仙子早从前登记考期之时，确实申报了1至5阶全阶考核。如今5阶考核的场地药材均已备好，随时可以开启，只待林仙子前往考场。好，不愧是我宋昭的小师妹，师姐亲自给你监考。今日便让整个通天城丹塔都好好看看我家小师妹本事。竟然是武灵驱邪丹，此丹对神魂肉身疗伤有奇效，可却是5阶考核里出了名的难关啊！
年纪轻轻，竟如此精通五行奥义，将5种属性的灵气操控得这般精美。你可惜了，五行操控的手法是对的，就是太过急躁，凝丹太快，导致药力紊乱，品相太差。系统回档，仅仅是普通上品，根本不足以彰显实力。我要的是毫无瑕疵的完美品阶，是再度引动丹雾，惊艳全场。系统回档，依旧有细微的药力损耗，没有多余药力溢出化物。系统再回档。凝丹！但是五彩丹雾，竟然是五彩丹雾！我活了近1000年，从未见过这般远的五彩丹雾，这早已超越完美品阶，堪称5阶绝殿。陆长老，你瞧瞧，这就是我宋招的小师妹，怎么样？4阶引丹雾不算什么，5阶直接凝出五彩丹雾。放眼整个玄灵大陆，年轻一辈里还有谁能比我师妹更厉害？你这丫头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！我都听说了，这小姑娘1天之内考完1至5阶，全程顺风顺水，风头都快盖过整个丹塔了。我再问一遍，这小师妹当真已经拜入平海道人门下，拜师仪式都完成了？那是自然，师父亲自收的小师妹，我们平海峰的弟子，错不了。哎呀，若是这小师妹尚未拜师，但凡她愿意入我静心谷，我立马回谷请几位专营炼丹之道长老，在丹道上定能更上一层楼。杜长老，你就别打我小师妹的主意了，她能拜入师门已是缘分。再说，以她这样的丹道天赋，在哪儿都能发光。1日之内连破1至5阶，快让我看看这位丹道奇才到底长什么模样！丹道奇才的画像，给我来3幅！这等天才，日后必定能封丹王。好师妹，走，师姐带你去我的专属丹房看看，那里面可是藏着师姐收藏的几10份高阶丹方，还有专门为炼丹准备的温火灵脉，保证你喜欢。宋长老，林姑娘，老身灵鱼元君见过2位。原来是灵鱼元君前辈，不知前辈拦下我们，有何指教？林姑娘，老身乃是丹塔9阶丹师，如今修为已至合体巅峰，只待突破大成机，便可封丹王。炼丹师到了7阶以上，便需日复一日磨练丹术，等阶的突破与自身修为息息相关。老身如今已是9阶丹师，在整个玄灵大陆任何宗门都能被尊为一声前辈。可今日见到你，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丹道天才。林姑娘，你天资卓绝，丹道天赋远超常人。老身知道你已有师承，想收你为老身丹道上的学生，亲自指点你丹道意图。你若愿意，老身立马向我的丹塔申请，老身手里的高阶丹方、炼丹心得尽数传授给你，如何？灵鱼元君可是9阶丹师，即将封丹王的大能。咱们师门虽然师父和师兄姐妹修为高深，可唯独没有专机炼丹的丹王。若小师妹能得他指点，丹道意图必定突飞猛进。师妹，这位灵鱼前辈修为高深，是整个玄灵大陆都顶尖的丹师。若是你愿意跟着前辈学习，师姐去跟师父说，师父绝对不会介意的。有前辈指点，你的丹道天赋才能更好的发挥。多谢前辈厚爱，只是晚辈已经有了丹道师尊，实在不能再拜他人为师，还请前辈见谅。哦，不知姑娘师从哪位丹道前辈？老身在丹塔待了上千年，对丹道前辈的名号颇为熟悉，或许听过1、2。这纹路是我在古老记载里见过的，这是丹塔1000年之前正道丹皇之人的专属信物——丹皇戒。丹王之上方为丹皇，小师妹的师尊竟然是位传说中的丹皇。
原来林姑娘师从丹皇前辈，是老身眼拙了，失敬。少主，小师妹身世背景绝对大得吓人，不过想不通就不想了。既然是我的同门师妹，我只要好好护着她，帮着她就是，她总不会害我。好师妹，别想那些事儿了。走，师姐带你去我的专属丹房看看，保证让你大开眼界。看，这药材架里的好东西，可都是我历年精心收集的珍稀品种，随便挑1、2样出去，价值都得数万上品灵石。还有墙上这几十份高阶丹方，看到那张最老旧的没？那可是我花了足足10万上品灵石才换来的残缺王阶丹方。师妹，这里面的东西，你要是有喜欢的，尽管拿去用。这株血灵芝，药力精纯无比，竟然比寻常的8阶药材还要沉稳稳上乘。看来师姐为了收集它们，确实历经了不少岁月的沉淀。师妹，你过来瞧，这灵池里的水可是我抽干引流了地脉泉水淬炼的，泡一泡最能温养灵根。你要是炼丹累了，随时可以来我这儿泡啊。多谢师姐，你给我的这些珍藏与心意，师妹全都记在心里了。跟我客气什么？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。日后你在丹道上有任何不懂的，尽管来问我。就算我答不上来，我绑也去把丹塔那些老怪人前辈绑过来，定要给你问出个所以然。清欢，你这位师姐丹道之心确实至真至坚。这些药材与丹方，我当年还是8阶丹师时遍访玄灵大陆，也未必能凑全这般规格。尤其是那份残缺的王阶丹方，里面记载的奥义，连我当年都要潜心钻研许久。司徒前辈现在倒是舍得出来说话了。方才我拿出那枚丹皇戒时，前辈可是安安静当戴了许久，我还专门回档查看了好几次，以为前辈出了什么事呢。说什么傻话！我堂堂丹皇能出什么事儿？我不是看着那枚戒指，想起了当年在玄灵大陆正道丹皇的光景，一时失神罢了。哦，只是失神啊。那依前辈刚才在外面听我跟凌云元君说的话看来，我这一生师尊，您到底是应了还是没应呢？应了又如何？哼，我堂堂丹皇，你敢再喊一声试试？师尊。